健康永驻的各位老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德昌。今天这期视频，请您一定仔细听，因为这消息直接关系到咱们明年手头的宽紧，每天生活的开销，建议大家叫上老伴或好友一起听清楚。从2026年1月1日起，一项能让咱们肩膀松一松、心头暖一暖的新规定就要落地了。为应对这2年明显的物价上涨，政府已敲定8大类的社会福利补助金全部都要上调。这1年多，大家去菜场看水电费单子都感到压力，豆浆、烧饼、排骨便当价格涨了就不见回头。很多老朋友留言说，什么都涨，就养老钱、补助金不见动静。今天德昌明确告诉大家，盼头来了。根据主计处最新物价指数 CPI， 这波通胀已触动了法律早就设好的保险丝。这次加钱不是临时红包，是法律写明咱们应得的权利。从明年1月起，多加的钱会自动算好打进您的账户，再具体说明哪8类人受惠，能多领多少之前，请您为自己做一件事。如果还没关注健康永驻，请立刻按右下角红色订阅键，再点亮旁边小铃铛。咱们频道只聊与您退休金、补助款、生活权益相关的干货，这样今后有任何新消息，您都能第一时间知道，不会让该得的权益从手边溜走。这次调整的范围那是相当广，不管您是住在乡下，领着老农津贴的庄稼人，还是在城市里靠着国民年金过日子的退休族，哪怕家里有需要照顾的身心障碍家人，或者是经济比较吃紧的低收入户，通通都在这次受惠的名单里头。具体每个人能多拿几百，谁才有资格领，钱什么时候进存折，还有最要紧的一点，有哪些人明明符合资格，却可能因为几个不起眼、没留神的疏忽，导致不但加的钱拿不到，连本来的那份都可能飞掉。今天德昌就用咱们老百姓都能听懂的大白话，把这些条条框框一次给您捋清楚，让您听得明白，拿得安稳。首先德昌得跟您把这个为什么一定会涨的道理说透，这点特别重要，懂了里面的门道，以后再看新闻，您心里就有底，不会被那些夸张的标题牵着鼻子走。按照咱们的社会救助法和相关福利法规，这8大类津贴的金额不是哪个官员拍脑袋定的，他们是和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紧紧绑在一起的。法律写得明明白白，每隔4年，或者当物价指数累计涨到一定幅度，一般是 5% 或 7% 的时候，为了不让钱变薄，不让通胀把大家的活命钱给偷偷吃掉，政府就必须依法上调这些津贴的金额。这1、2年的光景，物价怎么个涨法，大家是亲身感受的。根据最新的官方统计，这个涨幅标准已经确实达标了。虽然政府那边还在做最后一点精细计算，但要涨这个大方向已经是铁板钉钉，跑不掉的事了。可能有人会觉得，德昌就算涨也就多个几百块，能顶多大用。德昌想跟您说，这话对也不对。对的是，它确实不可能让咱们立刻大富大贵。不对的是，哪怕每月多300-500，一年下来也是好几千。对咱们很多省吃俭用一辈子的老朋友来说，那是好几袋上好大米，是过年时能多割几斤猪肉，多包几顿饺子的实在钱。这更是咱们辛苦大半生，理应得到保障的权益，一分一厘都值得咱们去关心，去守住。好，背景讲清楚了，现在咱们就进入最关键的环节。您可得竖起耳朵，对号入座，看看您自己或者您的家人属不属于下面这8类人群。只要占上1类，德昌都得先恭喜您。从明年开始，您账户里的进账数字就要变漂亮了。这第1类也是人数最庞大的一群，就是咱们的老农津贴。家里如果有还在田里辛勤耕作，或者持有农保资格的老人家，这个消息务必第一时间告诉他。咱们的农民朋友，看老天爷脸色吃饭，面朝黄土背朝天，忙活了一辈子，这份津贴就是他们晚年最安稳的依靠。这次调整正是考虑到农业生产成本和生活开销的双重上涨，所以所有符合农保资格的老前辈，您每月固定领的那笔钱确定会往上走，这算是一份迟来的认可，也是对农人贡献的一份尊重。紧接着的2类是国民年金里头的老年基本保证年金，
咱们平常习惯叫它国保、老年年金。只要您年纪到了65岁，而且通过所谓的排富条款审核，简单说，就是您名下没有超过规定额的财产，那您每月领的这笔基础年金也会跟着这次的物价指数一起水涨船高。这可是很多家庭主妇或者年轻时没有参加劳保的长辈最主要的生活来源。这次调涨对大家来说真不亚于一场及时雨，能实实在在缓解不少日常开销的压力。接下来咱们把第3类和第4类放在一块说，因为它们紧密相关，那就是低收入户家庭补助和中低收入户家庭补助。这是咱们社会安全网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是政府拖住最弱势家庭的底。这次的调整往往不只是生活补助费本身增加，通常还会连带拉高家里孩子的就学补助标准。要是家里有正在读书的孙子孙女，这笔钱的增加能帮忙分担不少学杂费、营养午餐费，让孩子更能安心上学，也让负责照顾的阿公阿嬷肩上的担子轻一些。第5类是专门针对咱们长辈的，叫做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大家注意听，这个和前面说的国民年金不一样，它是专门发给那些经济情况比较困难，但又没达到低收入户那么严格标准的65岁以上老人家。这笔钱在很多地方被叫做老人的救命钱，因为领这笔钱的长辈往往自己没有退休金，子女的经济条件也可能不太好，生活就指望着这笔津贴，所以这次对抗通胀的调整，这部分长辈的感受会最直接，也最是他们所需要的。另外，第6类，如果家里有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家人，无论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根据不同的照顾需求等级，每个月的相关补助金也会按比例提高。咱们都知道，照顾身心障碍的家人，身心消耗巨大，需要无限的耐心和体力，而且像尿布、看护店这些日常耗材，花销就像流水一样。这次调整，希望能给这些默默付出的家庭一点支持，在经济负担上稍微松一口气。第7类是低收入户儿童生活补助，这笔钱名义上是给孩子的，但咱们都了解，现在很多家庭是阿公阿嬷在带孙子，是隔代教养。现在的物价，孩子的什么东西不贵，营养午餐、课外书，哪怕是买件新校服，都是钱。这笔补助金的调高，其实就是在帮带孙的长辈减负，让孩子能吃得好一点，身体长得壮一点。最后第8类是国民年金中的原住民给付。如果您是年满55岁的原住民老朋友，您的这项专属福利也在这波的调整名单里。这也是为了保障原乡长辈的基本生活品质，让住在部落里的老人家同样能感受到政策带来的这份暖意。说到这，我估摸着屏幕前的您心里可能已经开始算小账了，琢磨着自己能多领几百。但是德昌在这必须得给您提个醒，甚至可以说是拉响一个警报。接下来要说的这几分钟内容，可能比知道加钱本身还要紧，因为2026年它不仅仅是津贴调整的一年，更是政府会严格进行资格总清查的一年。钱是加了，可要是您因为忽略了某些规定，导致自己的领取资格被取消，那别说多加的几百块了，连原来每月固定的那几千块都可能1分钱都拿不到。德昌特别总结了3种最容易让大伙忽略，也最容易导致津贴被停掉的危险情况，请您现在就静下心来，在脑子里过一遍，看看自己有没有不小心踩到这些雷区。第1种危险情况叫做户籍在，人不在，这是很多长辈最容易犯的糊涂，也最容易被查到的。为了领某些县市提供的额外加码补助，有些长辈会把户籍留在台北这类大城市，但人实际上常年住在南部的子女家，或者干脆住在养老院里。过去也许查得不严，大家也就这么领着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政府各部门资料联网勾稽的技术越来越厉害，很多补助，特别是地方政府自己加钱的那部分，是有严格的实际居住要求的。如果负责的社工上门访视，发现您根本不住这儿，或者通过您的健保就医记录，发现您长期在别的县市看病活动，您的居住事实就会被认定不成立。到那个时候，您的津贴不仅可能被停发，之前多领的部分还可能被要求追缴回去。德昌真心建议，
如果您长期住在异地，最好主动去户籍地或居住地的公所问清楚相关规定，千万不要为了贪图一点地区差额，最后因小失大，那可就太不划算了。第二种危险情况是很多老人家觉得最冤枉、最无奈的，那就是子女资产不小心爆表了。常有长辈跟我诉苦，说德昌啊，我自己穷得叮当响，名下没房没车，存款不到10万，为什么我的低收入户资格或者老人津贴突然就被取消了呢？根源往往出在全户所得计算或者直系血亲资产合计这个规定上。在咱们的福利制度里，很多补助不是只看您一个人，而是看整个家庭的经济能力的。也就是说，虽然您自己名下清贫，但如果您那个本来收入一般的儿子或女儿，今年运气好，股票赚了一大笔，或者因为结婚生子，买了新房新车，他们名下的财产暴增了，在政府的审核系统里，这些资产会被视为有能力和义务抚养您的依据。一旦您子女的资产总和超过了排付条款规定的上限，政府就会认定您的家庭有足够能力供养您，从而取消您的补助资格。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会因为子女买房而失去津贴。这规定听起来确实有些不近人情，但它是现行的游戏规则，我们必须了解和防范。所以，如果您的子女最近有比较大的财产变动，比如买了房，有了大额投资，务必提前去乡镇、市区公所的社会课问清楚，会不会连累到您的补助资格，早做打算。第三种危险情况是长期旅居国外。这几年，不少长辈退休后会去国外帮子女带孙子，一去就是1-2年，甚至更久。这里请大家记住一个铁律，只要您离开台湾地区超过2年，您的户籍就会被依法迁出，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除籍。一旦被除籍，那麻烦就大了，您的国民年金、老农津贴，甚至连全民健保资格，都可能立刻中断或直接被停掉。虽然以后回国可以再申请恢复，但中间断档期间的钱是补不回来的，而且恢复手续非常繁琐，有些福利还要重新计算等待期。所以，如果您有长期出国的计划，一定要算好时间，最好别超过2年这个期限，或者提前规划好回国刷卡的时间，保住户籍，也就保住了您所有的福利根基。听完这3个大雷区，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杆秤了。津贴调涨是天大的好事，但稳稳当当的保住领取资格，才是咱们真正的本事。那么，这笔调整后的钱，到底啥时候能落袋为安呢？一般来说，政府的行政作业需要一点流程时间。虽然规定是从2026年1月1号生效，但这笔钱真正显示在您的银行或农会存折上，通常要到1月底的那个固定发放日。大家都知道，1月底往往就挨着农历春节了，这笔多加的钱很可能就会在过年前发到大家手里，当成一个暖暖的过年小红包。德昌建议大家可以在1月20号之后，也就是农历年前大概1个礼拜左右，拿着您的存折去银行或农会的补折机上刷一下。如果您看到入账金额比去年每个月多出了几百块，那就恭喜您，调整已经到位，您可以安心规划这个年了。但是，如果您发现到了月底，钱迟迟没进来，或者金额跟以前一模一样，甚至这个月根本没入账，那您可千万别干等着，一定要赶紧行动起来。带上您的身份证和印章，亲自跑一趟户籍所在地的乡镇、市区公所、社会课或民政课，或者直接打电话去劳保局询问，问清楚到底是系统延迟入账，还是不小心碰到了咱们刚才说的那3个雷区中的哪一个，导致资格出了状况。早发现、早处理，才能最大限度保住咱们的权益。最后啊，德昌想跟各位老朋友唠几句心里话。物价上涨是世界性的难题，咱们小老百姓确实很难改变大环境。这点津贴的调整，说实话，可能也就刚够多买几个便当，或多付1-2期电费。要说能让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但它就像数9寒天里递到手上的一杯热茶，虽然驱不散整个冬天的严寒，却能暖暖手、暖暖心，让我们知道咱们的难处是被看见的，咱们这辈子应得的保障是有法律在背后撑腰的。在等着这笔钱进账的日子里，大家更要把身体照顾好。金山银山
不如身体健康这座靠山。有了好身体，咱们才能好好享受这些福利，才能笑呵呵地看着孙辈成长，才能把每一天平凡的日子都过得有滋有味。如果您觉得今天德昌整理的这些信息对您有点帮助，或者您身边还有老伙计、老姐妹不知道这个重磅消息，请您一定动手，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们。也特别欢迎大家在下面的留言区跟我说说话，告诉我您的津贴涨了没，或者您觉得这点调整够不够用，咱们一起聊聊，互相打打气。我是德昌，在健康永驻频道陪您一起打理生活琐事，守好咱们的养老本。如果您还没给这个视频点赞，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德昌。更重要的是，别忘了咱们开头说的，点个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下次再有这种关乎咱们钱袋子的重要消息，您就能稳稳接住了。咱们下期再见，预祝大家2026年身体健康硬朗，荷包满满当当，日子越过越顺畅。